你家有在用那個木材在燒火嗎？那這個木頭燒下來的灰啊，它是一個很天然的資材。我今天要跟大家講如何使用這些草木灰。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要來種那個甜玉米。這幾年啊，我在種甜玉米啊，其實種的品質都不太好，我也不太知道為什麼。我想說，可能是土壤中缺乏某些元素吧。那我第一次種玉米的時候是種最好的。那時候我的阿婆啊，她用了一個方法，就是她把上面的雜草，那時候很多牧草，她割下來放在就地曬乾之後，她就放了一把火，把這些茅草燒掉。燒完之後，他就直接把那個玉米種上去，那些玉米就長得非常好，而且也沒有任何的蚜蟲啊，或一些其他的害蟲。那後來這幾年種，因為我就沒有照他的方式去種，所以我在想說，我今天想用一個新的方法來做一個測試來種，就那個方法就是草木灰加上那些樹枝樹葉化成的培養土一起混在土壤裡面種下去，來看看它的效果好不好。那現在啊，政府是有規定是不能露天焚燒，所以不要為了說要得到草木灰，你就要放火去燃燒這個。你可以用柴爐去取代。現在有些比較好的柴爐，它可以燒到沒有煙，它是運用了一些煙囪的效應去燃燒，所以會比較沒什麼煙。那我家剛好有這種柴爐，然後也可以去煮食一些東西，所以才會有草木灰。我這條開的溪啊，已經3、4年了。那你看這個土壤，它其實表面大概就還是會有這麼就是顆粒的狀，就是所謂的那個團粒構造。那我每次要種植的時候，我都會把它整理的比較乾淨一點。那因為現在是冬天，所以不怕我們這邊不太會下什麼雨，所以我才會把它整理那麼。你如果是夏天啊，你整理到這麼乾淨，就會很危險，因為它上面其實很多的有機質，你看到這些都是很多的有機質，大雨來會把它沖刷掉。所以如果你在家裡有操作的時候，你夏天一定要很注意這個問題。因為這些有機層啊，不是1、2年它能累積起來的東西。我以前是挖一個洞種下去啊，但我覺得因為我們土不是很鬆軟啊，要挖一個洞感覺很慢。後來我在網絡上看到那個有些網友他利用這種小三貓爪，然後他就挖一條，然後他直接灌水進去。因為我們土壤很透水嘛。它就透水進去之後，我再放我的那個自己培養的那個有機質放下去之後，直接埋起來，速度比之前挖洞快了2倍以上。這個都是茅草的根啊，我的地啊長了很多茅草，所以在開挖的時候其實你會發現土壤一挖起來不是板結的，都是鬆散的這就是茅草的功能所以我的土等下澆水下去，它就會非常透水，不容易板結。缺點就是沒什麼養分，所以我自己用落葉樹枝培養出來的浮土，再加一點草木灰，應該還是可以供給給玉米一些養分。这個水朝那個溝裡面澆好幾次，現在水慢慢它就沉降下去了。然後這是我收集自家的好幾年的腐殖土，你就撒在溝裡面。
這些腐殖土啊，其實不是給玉米吃的，是給我這土下面的菌給他們吃的，然後他們會再轉成養分，植物會跟他們合作，然後跟他们共享這些營養。所以這些它不是像那個化學肥料，它是丟下去馬上轉化成能量就可以給植物吃了。那它這個放下去，它需要經過很漫長的時間，所以你的土要是沒有破壞啊，下面的菌層就不會破壞。那這些都是去餵養菌蟲的。然後今年再加上一些草木灰。這個不是生石灰，這個是草木灰啊，不要誤會啊。然後你就可以刚刚開的溝都用好了，你用手指頭先挖一個，你壓下去就一個洞了，然後把玉米放下去，旁邊撥土，這樣就很快就可以定植好一株。理論上來講哦，如果用你完全不施加任何的東西的，如果在一個面積都種上這些東西，應該是長不好，因為單一性東西它裡面那個土壤會缺乏很多元素。那你要麼你就用輪作，你撒這些草木灰只是輔助而已啊。即使像一些原始的部落，他們在開荒的時候，把那些燒完之後去種植他們想要的東西，但是隔1年之後，他們就會去換地方，讓那個地方再度去恢復到森林的樣子。啊，這就是先人的智慧，也是森林的智慧。最後一個步驟就是覆蓋。那覆蓋的用意就是為了讓土壤保持它的濕度，不讓那個太陽曬得太乾。然後這個玉米我就不圍網子了，因為現在蝸牛它移動的範圍有限，而且那個玉米它是 C4 的植物，它是算是草啦，所以蝸牛不喜歡吃玉米。那現在我覆蓋完之後啊，後續我再觀察看看，是不是這個東西加了草木灰之後，它會長得不錯。